你觉得吗？你给窝窝点个赞，窝窝就会有1个赞哦。这里大招最远距离打到对面的奇尔，控制他，再把他人头收掉。还有一个菲尼克把他死神之又打出来，再把他人头收掉。还有一个对面的2技能环速，对面辅助想要出来救他吗？一个1技能把他们收掉，3连杀，那这就完了吗？对面的菲尼克想要出来整理这波兵线，周而复始，是不是把你人头再度收掉了？大招控制对面的这个伯顿，然后队友把他勾过来，直接把他魔上暴击击杀。这里1技能最远距离把对面的悟空收掉之后，对面还有很多小兄弟骑在这个时间点想要直接切进来嘛，我们勾他过，然后不断的1技能输出，再把他收掉，直接做到一个双杀。那我教大家呢不用学费，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，大家，你的小小的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，对，就是你哦，小兄弟。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。Hello everyone， 我是 Mad Team 的窝窝，这次带来的是特尔安纳斯新造型蔷薇之焰的实战解说。那如果还没订阅窝窝频道的话呢，请先订阅，要不然的话就失去一个叫你上 S 的方法。那如果你也玩过特尔安纳斯，又或者是玩过射手位的话呢，请在下方点个赞。这里看到对面的辅助啊，想要入野对面的伯顿，不用怂啊，马上风筝对面不断的1技能开启，哇！1等的特尔安纳斯40秒的时候拿到一个首杀 First Blood。那如果呢，是喜欢玩其他路、其他英雄的话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窝窝你喜欢玩什么路、什么英雄。窝窝的话也会尽量出那个英雄的实战解说来给你看。那如果是希望在片头的赞助部分呢显示你的名字的话呢，也欢迎呢赞助支持一下窝窝频道，那就会显示的在片头的赞助部分。这里有机会输出的话呢，就不要浪费，不断的1技能开启，然后不断的普攻对面的这个伯顿啊，然后不断的最远距离把他打，不用怕对面的罗尔的，真的不用怕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就知道他是勾不到你的。我们的特尔是十分的手长，反而对面如果一切进来，像对面的奇尔，我们马上缴闪现，马上缴瞬移。瞬移这种东西呢，不太需要去吝啬。相对于瞬移啊，那100多秒，你的一条命呢，来的更加的一个重要啊。因为很多时候呢，看到小兄弟会留着一个闪现，那其实这个瞬移啊、闪现这种东西呢，不太需要吝啬。一发现了有不对劲的这个情况，马上就缴就对了。因为很多时候呢，当你发现不对劲的时候，已经是很不对劲了，在这个对面要切你了，可能已经。这里对面的这个奇尔想要直接切我们啊，反而是我们没有蓝量的这个状况，还是不断的跟对面在打。那邪亮这个时候也见底，2技能环速一下，进一点绵力之后呢，就马上回城了。那不需要的那么的照进要跟对面打，毕竟特尔安纳斯这个英雄是一个很后期、中后期的一个英雄，在前期不能说他真的超级弱势，可是越多的出装对他真的越有利啊，越依赖，因为他很依赖一个装备的输出。这里看到呢，先蹲在这个草丛，看到对面在魔龙区可能有集结。罗尔回到中路的话呢，我们的法师小兄弟呢也感觉要退，或者是去打这个魔龙。那这样的话呢，看到打野也在打魔龙这个状况，我们想要去支援，这个时间点一个大招控制对面想要偷野的这个奇尔，然后把他残血收掉。可是这个大地球啊，硬控就没有办法。可是没所谓，这里就可以看到，如果你是玩一个拉打型的英雄呢，就要很会的去往后啊，对面想要切你就要往后啊，对面越向前你就越后。那在你往后的这个过程之中呢，不断的去使用你的普攻，或者是像汉牙的话就是1技能啊，不断的去跟对面不能够这么前面的去硬刚。那如果愣在原地或者直接不动的话呢，那就失去了一个收对面的机会。那这里呢，点中路呢，只是为了告诉
大家啊，这个中路塔要被拆了，注意一下。没想到辅助小兄弟直接过去啊，那刚刚呢就被对面直接抛来抛去，那没所谓。复活之后直接把对面先收掉一个奇尔，再把对面的菲尼克死神之右打出来，再收掉，直接双杀，再来一个吗？把对面伯顿还能够3连杀，还有对面的这个罗尔直接打成残血，这里直接0换3，甚至把这个罗尔超肥的打回去，再来一个对面的这个菲尼克0换4啊！他想要把这波兵线整理掉，那要换掉的就是他的这个人头，甚至他连兵线都没法直接整理，就被我们收掉了。这就是特尔呢，他的这个长处在哪里？就是他的拉打这个射程超级的远，看到对面的这个奇尔，一个盲射把他收掉，可惜对面又来一个2位小兄弟呀，一个大地求饶。那悟空小兄弟刚刚也赶过来的话，没所谓，他收掉他的下路塔就要被我们换掉，那也是蛮值的。直接呢就到高地，看到对面的罗尔不断的拉打他，不要让他勾到自己，把他死神就打出来，然后把他人头收掉。那我发现对面这一队真的很喜欢5个人一起上来把罗尔收掉之后，怎么还有4个人直接上来？我们的小兄弟呢来不及上来，可是他的对线都已经上来，那没所谓。我们这里呢12颗人头，我们自己已经收了7颗还有2颗的这个助攻，这个参团率是十分之高的，甚至到最后会做到10几杀的一个战绩全队比全队加起来的击杀，自己的击杀还要高。那特尔安纳斯呢？这个英雄不是真的这么近的去跟对面的硬打，反倒是呢要利用自己一技能最远的距离去打，对面勾不到你，你过得掉对面，这个就是特尔安纳斯他的一个长处，他的强项。那所以呢就要好好的利用，看到对面伯顿直接把他收掉，然后回首呢，这里对面全部人头都消失了，没有给到其他野区的视野的话呢，那这里尝试的把对面中路的外塔呢先拆，那可是奇尔在很前排，我们不适宜那么的前，反倒是又拉打把对面的悟空又是我们收掉，那不是只剪头，我们的这一把的输出也是最高的，还有对面奇尔又响应又收掉，这个时间点10杀了10分钟不到10杀，再不断的去点对面的防御塔，等待下一波兵线差不多要到，看到对面这个菲尼克被勾到，马上就输出，而且是很远的距离，不是站得很前去打，然后把对面直接换掉4颗人头，这里5颗人头直接换掉。兵线又到，我们把对面中路的2塔直接又拆那这个时间点的对面呢有2位小兄弟复活，可是我们有一个炮车，可以尝试把对面中路的高地呢消耗血量。没有兵线的这个状况之下呢，先等下一波兵线，等待的时间不要浪费，把小野怪直接反掉，不能够小看小野怪的这个经济，有的话就要拿掉，自己多了这个经济，对面就少了。那在出装方面呢，我们会出到什么装备一开始先出一个鞋子攻速鞋，弥补特尔的攻速的一个不足。然后看到下路有集结，又是不断的拉打，把对面2位小兄弟先收掉，还有对面一个奇尔，这里不断的输出，把他先收掉了，这里直接一个1换4。看到下路有兵线，这里就不啰嗦，尝试看能不能够直接一波。那可惜莫托斯小兄弟这个时间点没有赶过来，不过我们还是尝试，我们先把对面的这个高地呢尝试要把它拆掉，对面有一个复活，那硬拆对面的下路高地，对面这个时间点呢射手复活那就算了，因为他整理兵线的速度还是蛮快的，
而赵云呢，我们打野这个时间点也没有要赶过来的这个意思，还是可以不断的去输出。那可惜对面的悟空全部切我们极限把对面先收掉一个，再收掉对面悟空，哇！可惜对面的罗儿这个时间点呢又滑起来，那没所谓，我们还是在这么残血的状况把对面2个都收掉。复活之后，把对面的这个奇尔又是不断的最远距离的去打他，一个闪现过去，不知只有桃啊闪现，还可以把对面奇尔收掉，还有一个对面的罗尔搭配对，这里又一个双杀，还有一个猴子，你又想切我们没有戏了，直接把它收掉。那在出装方面呢，如果大家是想容错率高一点的话，可以做飓风双刀，因为有加韧性。那如果是想要说哇要极限的输出，就可以像窝窝这一把出一个沿路之爪，这2个装备都是可以，看你自己要不要一个高的容错率啊。那这里看到对面的不管了，先把对面主堡拆掉就可以拿到 MVP 最高输出，还有最高击杀15杀的一个战绩，还有10个助攻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 Matt Team 的窝，喜欢影片的话呢，别忘了订阅、点赞还有分享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